苹果发布了新机 iPhone 12，却在国内砍掉了支持5G 毫米波的功能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熊猫，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。10月22号，华为发布了新机，直接对标了 iPhone 12。说实话，且不说两强相争的结局如何，本猫倒是很欣慰能看到我国的产品走向高端化。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啊？美版 iPhone 12是支持5G 毫米波技术的，而国行的苹果12是不支持5G 毫米波技术。也就是说啊，国内的苹果新机其实是阉割版的，所以啊，很多国人感到疑惑，这是为啥？其实这背后是中国和美国关于5G 技术方向上布局的差异。2019年，任正非就曾回应，美国在5G 上不是真正输给华为，而是选择时押错宝了。华为押的是厘米波，而美国押的是毫米波。结果呢，显而易见，华为的5G 市场份额一路冲到第一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，美国为何要压住毫米波呢？实际上这是有一定依据的。毫米波的技术优势特别明显，具有频段多、速率快、时延低等特点，它可以说是完美契合了5G 的技术特点。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 的认可。10月12号 ，GSMA 发布了5G 毫米波技术白皮书，明确了5G 毫米波的优势和下一阶段发展方向。也就是说啊，美国压住的毫米波时代正式来临。相应的，很多粉丝就担心啊，我国压住的厘米波是不是落后了？所以啊，第二个问题来了，既然5G 毫米波优势这么明显，美国5G 技术为何会在初期落后于我国？接下来是否会反超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5G 技术呢？为了解开这些疑惑啊，今天熊猫就从什么是毫米波，美国为何会压住毫米波，我国5G 技术落后了吗？未来5G 战略4个方面来全面科普一下5G 毫米波。温馨提示啊，熊猫出品必属精品，请点赞再观看。首先啊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毫米波。实际上，这和美国5G 技术选择毫米波是息息相关的。毫米波是目前5G 网络建设的2种技术方向之一，其中还有一个就是 sub-6 GHz， 又被人叫做厘米波。目前我们国内5G 基站支持的是厘米波，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这两种的区别，我们简单做下科普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手机信号是需要介质传播的，是吧？这个介质载体呢就是电磁波，而上面说的厘米波和毫米波都属于电磁波的一种。顾名思义啊，其中波长1到10毫米，频率范围在24 GHz 到100 GHz 的就是毫米波，而波长在1到10厘米，频率范围是450兆赫兹到6 GHz 的是厘米波。大家不要看好像这两者波长只是厘米和毫米的区别，其实它们的技术特点相差特别多。毫米波频段高，波束较窄，所以传播速度快，时延小，安全性更高。2019年，高通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运用毫米波技术传输的网络速率，其峰值达到了 4.63G 比特，是 4G 技术的20倍，厘米波却只有10倍左右，两者相差1倍。而这还只是早期的5G 毫米波速度，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啊，两者的速率差将越来越大。根据全球著名的网速测试机构 Ookla Speed Test 用户实测数据，5G 毫米波终端峰值速率超过2G 比特。即使是平均下载速度也超过了900兆比特，而 sub-6 GHz 仅为225兆比特，两者相差4到8倍。这也是为什么 GSMA 会把毫米波技术定位为 5G 下阶段发展目标。那么第三个问题来了，既然毫米波的优势如此明显，为何我国却选择了厘米波？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。毫米波虽然优势明显，但是弱点同样不少。毫米波传播损耗更大，特别容易受到干扰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信号特别差，差到什么程度呢？哪怕是一堵墙、一张门、一扇窗，甚至一棵大树，都能让信号翻车。这种缺点放在5G 基站上，就呈现出覆盖范围特别低的现象。2019年，谷歌在洛杉矶做过相关测试，数据显示啊，同一高度的基站，厘米波信号覆盖范围可以达到57%的用户，而毫米波信号却只能覆盖12%的用户，两者覆盖范围相差5倍左右。基于以上的缺点，如果我国选择毫米波作为5G 技术的发展方向，那么将面临3个问题。第一，成本问题，覆盖范围小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5G 基站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国已建成的30万个基站，如果都换成毫米波，那么至少需要150万个基站。按每个5G 基站平均造价16万元来算，需要多花将近1900亿元。第二，信号问题，上面已经说了，毫米波抗干扰能力一直无法解决，也就不具备大范围商用能力。第三，关键器件技术受到限制，毫米波天线、功率器件等主要部件都依赖进口，将给我国通讯安全带来威胁。当然，这不仅仅是我国的问题，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均面临到的难点。
这也是除美国外，其他国家都选择 sub-6 赫兹作为 5G 技术发展的原因之一。实际上，美国选择毫米波也是无奈之举。由于通讯技术从1G 到5G已经发展5代了，使用的电波频率是越来越高，各国所剩的频率已经不多了。尤其是科技水平最高的美国，反而陷入了先发劣势，其国内3G 赫兹到6G 赫兹频率资源被美国军方和政府大量占用，导致商用频谱严重稀缺。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本猫特地收集了一张厘米波频谱终端，可以说优质的频率基本被美国卫星、汽车等领域占用，留给 5G 使用的频率几乎没有。所以被迫选择毫米波作为 5G 网络建设的切入点，也就顺其自然了。为此美国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。2015年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划了28G 赫兹、37G 赫兹等4个频段为美国 5G 毫米波推荐频段。本来以美国的科技实力，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，5G 毫米波技术难点也是可以攻克的。一旦到了那时，美国商用和军用频谱就可以实现平衡。而且，美国不仅有规划，还有这个科技底气。不论从以往的3G还是4G，美国通讯企业都占据有绝对的领导优势。按照以往的惯例美国引领的科技必然是世界其他国家关注的方向，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有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我国前瞻性的做出了中低频段具有带宽、覆盖和成本优势的判断，并且第一个选择 sub-6G 赫兹作为 5G 首发频段，而这也是中国科技长久厚积薄发的体现。此后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通讯企业突破一个个技术难题，推进了世界 5G 技术发展。截至目前为止华为 5G 专利技术占据世界第一，中兴排在世界第3，加上 LG、诺基亚、爱立信等国际通讯企业也均超过了高通，通讯行业就此迎来了变革。我国也完成了从跟随到领先的涅槃，也因此才有了任正非那句话：美国只是押错了方向。但是在熊猫看来，任总实在是谦虚，成功从来都不只是赌博，机遇也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。如果没有我国技术不断积累，没有华为对科技的疯狂投入，5G 通信技术的领先势必会再推迟数年，美国也不可能在 5G 技术进倍中落后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 5G 技术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的预期，厘米波也正式成为 5G 技术的主流。而这一次压力到了美国通讯企业这边。2020年2月 FCC 批准美国花100亿美元买回卫星频段支持 5G 建网的计划，并在4月份付出行动。Ligado 网络公司成功申请 L 波段频谱，用于建设 5G 地面通讯网络，而这一段频谱本是用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 使用的。这一成果还是在美国国防部强烈的反对下促成的。可见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厘米波频谱用于 5G 技术研究。然而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。时至今日，美国依旧无法调节好频谱的分配问题。但是奇妙的机遇却光顾了美国企业。在我们如火如荼的建设 5G 基站和美国企业为频谱头疼时，毫米波技术却意外再次成为世界通讯行业的主流。为何会如此戏剧性呢？是毫米波克服了信号问题吗？当然不是，最大的原因是厘米波无法满足 5G 技术对于传输速率和带宽的需求。由于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无人驾驶、VR 技术等等发展的过于迅猛，对于 5G 传送传输速率和带宽的需求迅猛增加，导致厘米波技术已经无法满足 5G 对于未来技术的需求。传输速率好理解上面科普过，毫米波的传播速度比厘米波快。那带宽又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它是指1秒内能传输的数据量。有些人可能听不太懂简单来讲就是在未来我们可能实现万物互联，无数家电、手表、iPad 甚至快递包裹等等都需要 5G 传输。可以说需要连接的数据量异常庞大，而毫米波带宽就可以满足这个数据量。由于频率范围是24G 赫兹到100G 赫兹，带宽就高达74G 赫兹。如果按不太精确的理解，就可以达到270G 赫兹左右。而厘米波只有6G 赫兹，还是被大量占用的条件下，这段也是专业知识我们只需要知道两者可以传输的数量相差25倍左右就可以了，差距就是如此巨大。所以这也就导致毫米波重新成为 5G 下一阶段的目标。美国压住的毫米波技术前景就这样神奇的迎来了逆转。根据 GSA 6月报告显示，全球有123个运营商在投资毫米波，在频段应用上，北美有4个频段正在使用或者规划，而日韩也布局了2个，欧洲、澳大利亚和中国均在规划当中。可以说美国、日本、韩国在毫米波频段的部署和商用中成为了领先者，而我国还在测试当中，处于落后阶段。所以我们回到开头来看，iPhone 12支持5G 毫米波基带只是顺应政府规划而已。
听到这边，很多小伙伴肯定要着急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我们还是处于落后啊！别急呀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的？布局快不代表技术领先。要知道，任何技术研发和技术落地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。上面说了5G 毫米波技术价格贵、信号差等缺点依旧没有解决，这个缺点注定了支持毫米波的5G 基站无法大规模推广。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无限印钞啊。但是其速度快、传输数量大、低延时的特点又可以在特殊的地点得到实际应用。比如对速度需求大的地铁、体育馆、写字楼等商业区域，依旧能享受到稳定高速的上网速度。比如对传输数量需求大的企业、自动工业互联网、大数据中心等等。比如对低延时需求大的远程医疗、自动驾驶、VR 虚拟现实等等，这些都是5G 毫米波技术应用领域。所以呢，如果说5G 厘米波技术是可以全国应用，那么毫米波技术就只能在某些点部署了。也就是说5G 毫米波更多的是对厘米波的补充。中国电信研究院专家蒋征也表示，毫米波将与低频段的5G 网络协同，这种协同也被谷歌称为5G加。5G加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，厘米波更像是5G 技术的树干，毫米波则是5G 技术的绿叶，既是锦上添花，又是不可缺少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看美国的5G 技术在毫米波布局上处于领先，但是在整体5G 技术上依旧落后，就好像空中建起了楼阁，但是忘记了打地基。而我国在5G 布局上不仅打好了地基，也已经正在建设空中楼阁。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有底气可以做到的。这种底气是体现在技术、硬件、应用全方面的。在技术方面，2019年任正非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说过全世界能做到5G 的厂家很少，华为是做得最好的，能够把5G 技术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，成为一个基站的，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，就是华为。这里的微波技术就包括了毫米波。本毛只能说华为确实高瞻远瞩，让我们把敬佩打在弹幕上。事实上，早在2019年1月，华为发布了当时性能最强的5G 终端芯片巴龙5000，在毫米波频段的传输速率达到了 6.5G 比特，早于高通。在硬件方面，2020年6月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研制出 CMOS 毫米波全集成4通道相空阵芯片，并完成了芯片封装和测试，每通道成本可由1000元降至20元，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，并计划在2022年规模商用于5G 系统。在应用方面，2019年7月，中国移动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光义表示，已完成5G 毫米波关键技术验证，并计划在2022年实现5G 毫米波商用部署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中国电信、中国联通等等，均已经布局5G 毫米波技术。所以担心我国5G 技术会落后的朋友，大可以放心如果说美国错误估算了5G 技术的发展速度，导致错失了5G 厘米波的发展，那么高科技发展速度又将5G 技术推动到了美国压入的毫米波方向，我们将站在同一条赛道上进行竞争。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，在5G 道路上将继续领导世界。当然，目前困难很多，我们依旧不能骄傲，脚踏实地，必将水到渠成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，记得一定要点赞加评论3连支持，您的每一次支持能让好的科普越走越远。我们下期见。